嘿，加油！太快了，3分25，加油！哎，3分19，哇！哎，大家伙早喽！8月18号星期二，看今天的太阳特别好看，看云彩。今天又是我们这个精英小队在一起合练的时候，今天又是5个2公里哦，艰难的一堂课啊！但是我们从上周开始，从80秒的间歇调整成了120秒，120秒就稍微好一些。这样的话，我就不怕被甩开，因为被甩开，就算跟着排头休息，我也能休息100秒，至少吧。也看状态，上周状态不错，这周没有上周好。先接水。这周没有上周的整体状态好，上周可能太累了，因为昨天跑16公里的有氧，上周跑的是18，配速上昨天比上周慢了几秒，心率比上周低了几下，但是体感比上周累，有时候人就很奇怪。上周那个最后那30个1分钟快慢，还有周六那堂课，主要周六那堂19公里的马配让我有点就是消耗过大了。今天的水是无糖的电解质，我带了一个能量胶，出来之前吃了一片白吐司，今天就这样。跑完第2个看看情况要不要吃能量胶。训练中的补给其实也很重要，尤其是这种强度课。但是你要判断是缺吃的还是缺休息还是什么。昨天睡得还不错，今天还是争取5个2公里能全程陪伴大家，也特别感谢大家能在屏幕前陪伴我，让我在镜头后边更加有持续下去的动力。今天我们人多啊，今天有大江先生100公里的冠军，今天应该快。走。今天我们还是话外音的形式，和大家实时分享这几组训练中的一些心得和感受。今天来的人多，而且有高手，所以我预料今天就不会太轻松。但是好在呢，大家因为人多，一开始就集体跑，所以大家的速度都比较稳。我其实跟着这种队伍跑的时候就不看表了，大家跑多快我就跑多快。当时的体感的感觉大概是3分20多的样子。
我们每次跑5个2公里，到了转盘这儿，快到1公里的时候，我评估一下自己身体的状态，然后再去决定下一个1公里怎么去跟。今天的第一组到这儿，我的状态其实挺好的，我也能感觉出来大家在收着跑。今天穿的还是6E，过这个弯的时候，6E这种鞋对我来说就比较灵活，因为我的步频大。每一次都是到第2公里开始的时候，领头的骆驼桑就稍微加一点速。特别感谢第2位先生，我其实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姓什么，但是带得特别稳，一直在控制速度。现在屏幕中在我前面的这位就是大江先生，今年的足力监护100公里全场的冠军。这个配速对他来说应该就是马拉松配速，甚至还要再轻松一点。到3分25，我就感觉今天快3分25，就在我的那个这个季节行和不行的偏不行那边一点点了，就是这配速我跑不了，就这季节我跑不了6、7公里。热，我应该也带一瓶白的冰水，浇一浇胳膊。太快了，3分25，半分钟。对，这对人家来说就是马拉松配速，对我来说是这个季节阈值以上的配速了。走。第2组开始，感觉大家稍微放开了一点。从第2组开始，我的手表在启动的前100来米就会提示我超过了我设定的配速上限了。我在启动的时候，这几十米的配速已经近3分了，但是跑起来之后，我的感觉其实领头的
选手还是在控制。按照我们今天计划，我们今天的计划是3分25到3分30。我们第一个跑了3分25，非常非常稳。第二个应该也差不多，至少体感差不多。第二组到这个转盘这儿的时候，我甚至还感觉体感轻松一些，而且我感觉我的这个高步频过这个弯其实更流畅。我们过来的时候，后藤先生他们这个小团队也在训练，他们也在倒数，应该也是一个有课表的课吧，但是他们应该是没有我们这个快，所以我们就先冲过去了。我对自己训练强度的判断就是，如果我还能正常调整呼吸，我说这个调整呼吸也是被动的，就不是说我主动的去控制几步一呼几步一吸，而是说在一个高负荷的时候，时不时的去，就像我们叹口气一样，深吸一口气，深叹一口气，会有助于缓解高负荷时候的那种刹不住，或者说不是说刹不住，有点要失控的那个感觉。但是这一组我跑到这儿，我觉得这一组好像有点慢。确实，现在一看实时的配速3分30多，对我们来说确实是慢了，甚至还没有到别说马配，还没有到5公里比赛的配速，还没有到10公里比赛的配速。
快到这组结束的时候，田先生加速往前冲了。我的判断是，一是他的状态不错，二是他可能会放掉后边的那几组中的1、2组吧。因为这个课对于马拉松3小时左右的选手来说，这个配速太难了，这个配速大概率是跟不下5组的。3分24，很可以。我决定把能量胶吃掉，以防万一，以防万一。今天状态不错呀，今天比上周快。上周我们27、27、26、23、19，今天24、25。来到，不到1分钟了。下一组回来换相机、换电池。走。第3组开始，我在第2组结束之后吃了一个普通的能量胶。第3组的时候上来感觉已经有疲劳感了，但是为什么我往前跟呢？比方我现在已经跟到排头的后边，我想是第3组要顶住，第3组跟好，而且通过上周和这周的前2组我的观察，领跑的先生非常非常稳，所以我跟住他，我觉得对我的这堂课是有帮助的，因为毕竟对于我来说，我是这个队伍里几乎是最弱的，所以我是比较有挑战，而对人家来说可能是一个中上的配速，对我是一个偏极限的配速了已经。所以在训练中有的时候，比方说今天我们是一个马配的，然后10几组1公里，就像那天的14组1公里，我就愿意上前面去带一带，因为那种课呢我比较擅长，就我在中距离上或甚至是中长距离上顶的能力比较强，但是一旦超过某一个配速，我的速度能力就很差，我就只能去跟。所以在训练中有的时候遇到自己的强项就贡献一些力量去带一带，遇到自己的弱项呢也不用太担心，也会有你的队友去带你，因为这种感觉特别好。
324。哎，换枪机，换枪机。4本目で挫折っすね。喝水。我没有开那个每公里报时，不知道第1公里多少。第1公里天文报3分21，那第2公里慢了不少。按说不应该，第1公里应该没那么快。啊，太累了，加油加油！哎，3、2、1，走！这一组起跑有个小插曲，这一组刚起跑我就感觉小腿前面特痒，我的判断是刚才换相机的时候被蚊子咬了，也没法挠，就特别难受。我就想着赶紧跑完这组，挠一挠痒。这一组启动也挺快的，有的时候就是这种相扑课为什么有配速本的小伙伴带会更好，就是你其实如果你冲了几步，你再稳下来，想再稳住那个配速，就难得多，就是你就缓不过来了。第4组我的打算是不要掉，第4组我看大家也没有，就是因为是到了第2组就开始加，我的想法就是不要掉，我来跟一跟，把第4组稳定的不掉的跑下来，或者不被甩开的跑下来。第5组是肯定会被甩开的，因为你们看到前面这几位先生的速度能力，我就完全没机会。我观察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，大江先生都没歇，他就一直在慢慢跑，绕着跑2圈过来跟我们开始下一组，能力差距还是挺大的。然后田中女士这时候也跟上我们，她不跑2公里，她跟我们这个配速跑可能跑1公里，然后慢着回来这样。但是女性跑者这是3分20呀，3分20的晨跑真的太厉害了。她的马拉松最好成绩是2小时45，相当厉害。而且我猜目标应该也是要冲击2小时40。竞技体育男女差异还是巨大的。加油！
加油！324，哎，我还有一组，哎，稍等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刚才换镜头的时候，让蚊子给咬了，咬小腿迎面骨上了。先喝水找节奏，先喝水找节奏。8分钟，我们今天大概是按照9分半一整个来规划。飛ばすなら残り1キロで飛ばしてちょうだい。おっちゃんたちそうなってくれると嬉しいよ。心が折れるから。みんなでちゃう。哎，3、2、1，走！最后一组开始了，最后一组没有意料之中的上来，大家就都全力以赴的冲出去。这种2公里的长间歇还是太长了，一般都是到最后的1公里开始的时候开始加速，所以呢，第一个1公里我们就还是稳步前进，保持队形。来的。哎。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决定开始加速。了，因为我想到后边的再加没有在这儿加效果好，对我来说，因为我不是那种后程擅长冲刺的那种特点，我冲刺能力非常差。
我不如这时候加。我这时候加，当时体感还不错，我能把步子悠起来。但是我其实心里也知道，很快就会被超过了，因为另外那几位选手冲刺能力应该都能在3分以内。我其实这时候已经很极限了，很累了。大江先生很从容的就跑到我前面了。我想的是，我加起来这个速度能维持多少是多少。而且当时我的判断是，我后面节目的后面自己也会说，就是我的感觉是我希望找到那种冲一冲掉一掉，我再冲一冲再掉一掉，还能再冲一冲的感觉。这就是在训练中，我不追求这一堂课一定是平均3分19，我反而是说我用这堂课的最后的几百米去试一试，我加一加掉一掉，还能不能再加一加。那这个时候我想的是，我再加2步，我再加2步，我再加2步。然后加2步以后，马上感觉一下子体力就空了，然后还在努力顶。那这时候开始有点掉。这个时候我当时的心态就是，我觉得我有点顶不住了，因为前面看他们已经很远了。果然我在剪辑的时候，我看到配速已经掉到3分20了。这个时候我的想法是，我叹了口气，我想再加一加，但是有点力不从心了。但是我在找那个还能再加一加的感觉，或者说回看这次训练，这个时候没有继续掉就成功了，甚至我还能再往上再试一试，再加一加。到这儿的时候有点泄气了，有点觉得我不行了，还有很快就到了，稳定的到吧。但是这个时候我听到后边又有脚步声，应该是田中先生要冲刺了，他的冲刺能力速能力也特别强，我也跟着加。你看我在努力的往上加，我虽然加不到这么快吧，但是你看我从3分21加到了3分18。基本上到这儿又不行了，但田宫先生也是最后的冲刺能力非常强，我在努力的再加再顶。3分19，哇，可以。最后就是那种加减减，比上周跑得好，虽然一样快。ナイス、ありがとう。はい、ナイス。所以，ありがとう。です哎呀，ありがとう。我也操，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、ノドさん。来，我们祝田宫先生40岁生日快乐！40歳。40歳。おめでとう。40歳のアメリカに来たな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2時間半。アフロで2時間半目指して頑張ります。まだ丹治さん、俺の半分以下やから、偉そうにしやるしてて。嘿，小伙伴们，我还是决定坐车回去。刚才见到从上海来的观众，你看给我咬的，这儿，就换相机那一下，换相机那一下不能动，就站那儿，而且边上就是一草丛，蚊子太厉害了，而且我觉得是就跨区域的这种更反应更大，因为不适应这儿这蚊子，过敏反应比较明显。今天跑得不错啊，找个铁柱子，我们看看单圈数据。热身了4.65公里，第一个2公里3分25，第二个3分24，第三个3分24，
第4个3分24，最后一个3分19。上周是3分27、3分27、3分26、3分23和3分19，还可以哈。所以状态是个奇妙的东西，有时候你的感觉和实际的不太一样。我现在的总结就跟那天跟大家分享那个小小脑子，就是，你如果顺着你那个状态走下去，你就是那个状态；如果你逆着你那个状态冲上来，也许就跟冲浪一样，浪越大，冲得越高。如果你不冲，浪越大，把你打回岸边的距离就越远。那昨天我其实就是一个顺着状态的有氧跑。所以昨天我一直就说怎么这么累，跑4分20多就不行了。但是昨天如果我冲破那状态，跑4分20，也许我就不会那么想。也许啊，只能说也许，因为一天跟一天也不一样。昨天睡得不错，前天睡得不好，前天是起来都特别困，白天也特别困，因为特别困，昨天我都不知道怎么睡着的。7点半我躺下，再一睁眼，今天早上起来3点半了，3点40了。唉，所以就是好一天坏一天，好一天坏一天。不过刚才跟那位观众聊的是，他比我小9岁，就说就是随着年龄增长，运动能力、恢复能力都是在下降的，没办法。唉，不知道这视角怎么样，后边的大半程。行吧，今天是一个愉快的5个2公里，明天是周3，我们跑团合练的日子，应该是8个8吧。中间间隔多久忘了，但是我基本这种合练都设置自由模式，因为你看今天这种大家都不在同一个时间出发，同一个时间到达，这种你自由模式就轻松的多，否则你表到了，你说你出不出发？今天特别好，但是到后边就看出了，冲刺能力和速度能力的差异，就是人没有什么都占的，就有的人耐力好，有的人阈值好，有的人速度好，有的人最后能冲起来。但是今天我找到了那种感觉，就是最后那几百米，我大概是冲加速，就我觉得我加速，然后呢不太行了，调整匀住了以后，可能稍微掉了一点，然后又能再试试冲。我这么试了3次，这个感觉就是给自己的半马和全马做准备，主要其实还是给半马做准备吧。因为半马的比赛，其实你看我平均配速3分27，但是其实中间过程中有的时候是3分32，有的时候是3分24，就是一直3分27，有到后程是做不到的，到后程有的人掉速是怎么面对的？就是比如你今天的目标配速是3分27，你掉到3分35，我觉得很累了。这个时候不要想它，就不要想困难，但是要想速度。然后你努力的，就跟刚才我说这状态一样，努力的往起提，看你还能不能提回来。只要能提回来，就还有机会，好吧？每次这种特恐惧的强度课都带公交卡，坐车回家。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